好，是不是现在啊，世界各国看到了，现在目前就是加萨这边的民众哦，都有同感，或是同理，或者是感同身受那一种，觉得说啊，怎么会让他们这样子离开家园，这样子在逃跑？所以世界上各国的舆论都开始导向说，是不是以色列应该更人道的方式哦，不是给他们这样24小时限令他们110万人的撤退。所以以色列现在开始可能放缓了一点步调。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军方的发言人，他讲说，现在可能是面临到各界的压力哦，所以他们讲说要进军加萨，有待高层亮绿灯。待高层的政治决定，所以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大举进军。那纽时讲说，这个以色列以军哦，原本计划在周末的时候要进攻，那后来决定延后。他们讲说，原因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这个战机跟无人机没有办法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的掩护。但也有人讲说，可能是以色列看到了那么多世界各国的舆论哦，所以决定先放慢一点脚步，让这些难民哦可以赶快先跑走，给他们多一点的缓冲时间。那到底这个地面大战什么时候会开打？以色列的国防军他们讲说，应该是看到平民都离开之后，行动才会展开。那现在看起来，反正就是箭在弦上了嘛。那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一场战争呢？当然是非常血腥的城市巷战哦。数以万计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哦，相信已经隐藏在这个加萨北部的一些周边的，比方像地下隧道或是城市之内的掩护物，随时会炸毁一些隧道，或者是引爆炸弹跟建筑物来阻止以军的推进。那武装分子随时也有可能会伏击以军的士兵哦。那现在目前以军近期加强训练突击队员在这种废墟城市里面的环境作战，同时放宽了交战守则，也就是说容许士兵不用太多检查程序就可以向怀疑的敌人开枪哦。相信接下来的战斗可能会陷入到非常血腥的城市巷战。那我们看看，现在以色列誓言要摧毁哈马斯哦。美国倒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讲说你这样只会得到哈马斯2.0，就是说你杀掉了所有的哈马斯，还会有下一个可能武装组织的出现，可能是反以色列的组织还是会出现啊，就像是之前伊斯兰国也是这样子，你可能去掉了这个武装组织，又有下一个组织出现哦。那现在美国当然很积极，希望能够防止战事的扩大。美国的司令部表示他们说现在有更多的攻击机抵达了中东，包含 F-35、F-16、F-15、16，还有 A10哦。那这些都要加强部署。奥斯汀也提到了，这个美国要加派第2个航空母舰群，也就是前往地中海的东部，说是要遏制这个以色列敌对的行动哦，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或者是哈马斯攻击之后任何扩大这一场战争的企图。除了第2艘航母之外，可能还有第3中队哦，艾森豪号就是我们讲的第2艘航母哦。那还有第三中队，很快的第3艘航空母舰哦，这个巴丹号也会派遣到地中海。那也是警告说，这个不要以色列警告不要进入支援哈马斯，就是可能透过这样子美国的支持，让这边可能稳定一下局势哦。那我多位美国的官员讲说，能够执行特战任务的第26海军陆战这个远征队呢，也已经奉命接近了以色列。那这支远征军目前在2栖突袭舰的巴丹号上有超过2000名的海军陆战队跟水兵哦，也会在这个第3中队一起抵达。那我们看看加萨这边，现在当然惨况哦，是让大家觉得很多人非常的同情哦。我们看到了。阿巴斯就是现在目前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的主席，他有提到，他说哈马斯行动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地图上面整体这样子看起来的话，这边加萨走廊是哈马斯嘛，那这个约旦河西岸这一边才是这一个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就是我们讲的法塔这一个区块。其实他们一直以来也都不太合，一直到2017年双方才签下了这个和平协议，所以他要在这边跟这个世界各国强调一下，说哈马斯不等于巴勒斯坦的人民。那再来看到以色列的前部长阿亚龙他提到这个加萨的巴勒斯坦人可以去帐篷城
这个以色列这个前官员的讲法，让大家觉得说，哎，感觉是一种种族清洗哦，真的不把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加萨这边的人，你说，哎，可以去帐篷城，指的就是说，你就去埃及那边搭帐篷的意思啊。那再来，现在以色列说要恢复供水这个事情哦，也被加萨人批评说，你这是在分散注意力啊，因为他们说，你根本呢已经把我们的水管哦，甚至停电啊，水管已经被炮击都击中了，都破裂了，那又停电了，也没有办法让这个水箱啊运作，那你恢复供水对我们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刚刚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出来，这路透社讲的，现在美国、以色列跟埃及有同意加萨南部呢，今天中午的2点起停火，然后重新开这个拉法的口岸来运送物资哦。所以如果全部都移往了这个加萨的南部的一些难民的话，现在目前是有一些物资陆续运到的。那以色列也有公布一个新的数据，他们说现在目前根据他们的估算，大概已经有50万人从加萨北部移往了加萨南部。可是这会不会使得这个中东的大战？真的又有新的战线要来了。苏利文的讲法是说，恐怕这不止以色列跟哈马斯哦，很有机会在北部会开辟第2战线，而且伊朗恐怕会直接的涉入。那现在伊朗也试图向叙利亚运送一些武器哦，这是以色列官员指控说，很可能在这个伊朗或者是叙利亚这边会再开一个新的战线。那戈兰高地也在遭叙利亚的炮火攻击。以军也说会发动反击了，那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整体中东的战事还在扩张当中，感觉好像美国希望能够稳住，或者是以色列暂缓，也没有办法让这场战事暂时画下一个休止符。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你刚刚那个说暂时停火，那个是指对安全通道，那安全通道一方面让人家可以离开，那一方面可以把食物运进去啊。可是我看到的新闻是只有5个小时，它不是无限期在安全通道停火，就是2点到7点。我记得就是只有5个小时，就几个小时，因为昨天他也是说多3小时。对，所以感觉就是他知道国际舆论越来越对他不利啊，那他要赶快速战速决，所以呢，他就有一点被卡到了。因为拜登昨天在 CBS 60分钟接受访问啊，你从这里就看到美国的3心2意。因为《纽约时报》标题就直接讲说，美国反对以色列占领加萨，可是事实上拜登不是这样讲，拜登是说我们不赞成以色列全面占领加萨。那《纽约时报》把全面 full scale 这个字删掉了，省略，这完全不同意思啊。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啊！然后拜登后面又在讲，以色列这个对于消灭哈马斯必须要做一些动作，这是合理的。所以你就看到嘛。然后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王毅跟布林肯通了电话啊，那中国大陆就公布了一个完整的新闻稿。那除了讲自己的立场之外，他也讲了一段说，美方也同意2国方案，然后要让联合国能够介入协助，结果美国把这2段都删掉，国务院的英文的声明啊，这2个都删掉，什么2国方案啊，联合国介入都删掉，只有写以色列有权利对哈马斯做一定的行动，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真的是，坦白讲就是卡住了啦，就是他们只能够支持以色列了啊，当然内部的。这个当然就是以色列影响美国的管道非常之多了啊。那可是我刚刚一个朋友寄给我一个民调了，他说以色列内部也有人在做民调啊，那认为纳坦雅胡要结束战争，而且要下台56%，那认为以色列的国防崩坏啊，导致哈马斯进攻得逞啊，那以色列政府要负责任啊，有94%。所以目前的民调对纳坦雅胡是有点不利，对，所以我认为纳坦雅胡一定会干到底，他一定会出兵啊，而且一定会打地面作战，因为他要救自己，那美国也被他绑架了，现在的困难就是在这里。好，来问介老师，对以色列政府对于这个，其实他对那个拜登这个说不能全面攻占的这个，
其实他也做了说明，所以他反应很快。以色列做政府的说明就是说，我们打这个加沙走廊，目的不是占领，是消灭哈马斯。对，他说他不是占领，可是他要消灭哈马斯。可是言下之意，他是非打不可了。那现在事实上的话，你刚刚讲是50万嘛，事实上也有人说60万，这个离开了，已经离开了，已经离开了。可是问题就变成说，那边有120万人啊，那还有60万怎么办？还有人是绝对走不掉的，因为医院里面现在躺在病床上的，怎么走？然后那些医生能够丢开那些病患吗？还有一些待产的孕妇，还有一些5万名孕妇呢，3万名人啊，对，还有老人怎么走？对，还有一些小孩子怎么走？因为这个加萨走廊的人口里面妇女跟儿童的比例是60%，所以现在是走的是一些精壮人口，能够跑的都跑了。那现在走不掉的话，就是留在那里。你不要说60万走不掉，30万的走不掉，这么狭窄一个地方打起巷战的话，那可是血肉横飞啊。那所以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状况。不过以色列现在问题就是说，不管是内塔尼亚胡也好，还是那个今天的拜登也好，我认为他们最大的考量都是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不是考量其他的因素。内塔尼亚胡现在以色列国内正在一步一步的检讨跟清算他，而且以色列国内现在反对他的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就是哈马斯是内塔尼亚胡一手栽培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他需要巴勒斯坦内部有一支非常反对以色列、不赞成以色列建国、赞成跟以色列作战到底的一支这样的强硬的队伍，用这个哈马斯来说服压服国内的温和派，说你看哈马斯怎么办？你跟他和解，哈马斯不跟你和解啊？对，另外一方面也对外来跟这个国际社会展现说巴勒斯坦人好战。巴勒斯坦人不愿意放下武器，不断的在对以色列进行攻击。所以呢，以色列现在好多个政治人物已经出来指控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就是基本上哈马斯跟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好，我们来问赖老师。从哈马斯的一个奇袭成功，然后以色列开始反击，到现在已经很多天了。那造成的死亡人数，造成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以色列当初被奇袭的死亡人数，那伤者那就更多了啊，而且呢是成倍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包括了更多的是无辜的平民百姓，我们把它称之为过度的报复行动。这个过度的报复行动在国际社会已经引起很大的反弹、反作用力。包括美国国内的大学校园内的这种反应也已经出来了。在欧洲，你看在巴黎，那个内政部长约束说你们不要站出街来，结果站出来的更多，而且是整个跟政府对抗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中，你看到在整个这个巴勒斯坦周边的国家都纷纷表态，包括连最温和的沙特阿拉伯都表态了。表态什么呢？以色列没有权利要求住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家园。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例如说约旦的约旦的国王跟他王后，他们就说你们有权住在自己的家里面。伊朗的态度更明白，就是打了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平民百姓，伊朗不排除要介入了，而且也会动员叙利亚目前的武器弹药。也开始往边界在移动，民兵组织也都在移动，然后这个黎巴嫩也是，埃及情况都一直在转变。我觉得这些情况都对于以色列是越来越不利了，对于美国在国际间越来越被孤立了，因为拜登的讲话丝毫没有逻辑。他说，以色列有权去歼灭哈马斯，歼灭的意思就是杀光哈马斯嘛。你有权利，你可以，我会支持你去杀光哈马斯，但是你不要去占领加沙这个地区。那请问一下，你如何去歼灭哈马斯，不占领加沙这个地区？
你一定打进去了以后，你就一直占领嘛。对，你会一寸一寸的占领，一寸一寸的打，然后一直打，所以没有人知道会打几个月，或是会打那么1年还是多久，没有人知道。可是你只要一旦打进去，你就一定是占领。等你整个都打完了，军事行动结束以后，你就这样撤走吗？然后让哈马斯再重新复活吗？还是你在那个地方控制住，那么形成一个傀儡政府？会不会跟美国当初在阿富汗做法一样，打进了阿富汗，然后就控制了阿富汗，成立一个傀儡政府？但是问题就在于你统治得了吗？美国20年以后统治不了，仓皇而走。你以色列你要控制加沙吗？控制得了吗？所以我觉得拜登的讲话已经是已经完全不合逻辑了，站不住脚了。以色列现在怎么办？要打还是不打？自己把自己僵在那个地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我们立刻来看一下这个拜登接受这个 CBS 60分钟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有讲到说，以色列占领加萨走廊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最快在本周就会访问以色列。那他说，哈马斯不能代表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看得出来这个拜登的讲法上面也是有转变就是在第一时间出来说，美国绝对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可能因为以色列的这个报复的，比方说飞弹攻击现在目前可能让很多平民百姓也因此受伤，或者是甚至丧失生命所以拜登的讲法上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那他讲说，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伊朗就是以色列恐怖攻击的幕后黑手就是哈马斯啦，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伊朗并不是，我也打结了，就是哈马斯背后不见得是伊朗。好，我赶快绕开了。他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是美利坚共和国，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不是世界上是世界历史上，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兼顾以色列跟乌克兰，同时保持整体的国际防务那这个布林肯他访问完中东6国之后呢，他又在今天又返回到了以色列，可能要在当地避免这个冲突跟战事不断的升温。那王毅也是持续的跟中东的一些外长们在进行一些谈话，包含了土耳其、伊朗跟沙国，那他都有不同的发言。比方说他跟伊朗的外长的时候讲到，现在巴勒斯坦的人民面临到历史不公，应该尽快结束，反对任何一方伤害平民的行为。那他跟这个沙国的外长的时候呢，这个是外长，他说以色列的行为已经超越了这个自卫范围，应该要停止对加萨民众的集体惩罚。所以他也再次重申巴勒斯坦建国长期以来一直都被搁置，就是对于巴勒斯坦建国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不公不义，这是中国大陆传达出来的一个讯号。那世界各国是不是现在显得也是非常的分裂呢？我们看到在伦敦这一边也有出现一些支持者的抗议我们直接来看看画面。伦敦有数千名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示威人潮他们就挤在这个牛津这边区域那他们的游行到了这个英国首相官邸和办公室所在的唐宁街，而且挥舞着巴勒斯坦的国旗跟相关的旗帜所以他们是表达就是要为巴勒斯坦发声这种情况。那我们也看到，其实 BBC 的总部也被泼了红漆所以其实在英国这边就有一些相关的外媒报道说，这一次的以巴冲突又再度挑起了英国内部对于这种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过去以来两派不同的声音的一个对立那再来看到了美国大学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个校园风暴，你是支持谁呢？现在在校园里面大家都要表态，就是你是支持以色列还是支持巴勒斯坦。像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跟纽约大学他们相关的学生教授管理阶层，他们在社群里面已经爆开了这样的一个辩论有的是支持巴勒斯坦，有的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所以甚至这一波的这样子的风暴影响到了美国的政界跟媒体界。那我们看爱尔兰的议员甚至也痛斥议会他就说，这个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行你们没有看到吗？我们来听一下。The Israeli government
have brazenly, publicly, and openly declared their intention to commit a war crime and have commenced that war crime at the head of the most powerful state in the world, while Israel is threatening to commit war crimes against Israel, says we're going to give them more weapons and arms. We support them absolutely. So will you admit that the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terrible, and every single loss of life is terrible, but is the fail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f the Western powers to hold to account Israel for ongoing, decades-long ethnic cleansing, war crime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e denial of the most basic rights to the Palestinian people? 好，所以像是法国这边也是因为好像比较站在以色列这边啊，他们的罗浮宫跟凡尔赛宫都收到了炸弹的威胁哦。那还有这个挺巴组织，他们这边 BBC 总部因为被泼了红旗，他们讲说你们散播谎言，手沾鲜血。那还有我们看到了芝加哥的6岁男童，他是巴勒斯坦裔的男童哦，竟然被激进的人士狂刺26刀死亡。所以现在这世界已经变成了这个分成2半了。那再来看看，现在全球当然经济上面会直接受到影响，国际的油价大涨哦，联准会将会有新的动作，因为现在目前布兰特油价已经创了8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再来呢，现在 IMF 的总裁也讲说，这感觉像是不晴朗的全球经济本来就已经在疫情之后的复苏就是已经不太好了，现在又飘来一朵新的乌云啊，所以感觉起来这个可能中长期的前景要陷入到麻烦了。再来我们看到彭博这边哦，他们有提到接下来可能这个以巴冲突哦会有3种情境。第一种情境就是如果只是局限在加萨走廊的话，对全球的油价影响比较小。如果变成了代理人战争哦，也就是说黎巴嫩、叙利亚变成了伊朗跟以色列的代理人来参与这个战争的话，也是会推升油价。那最惨的情况就是伊朗跟以色列直接发生冲突哦，预估油价会涨到每桶150美元。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我目前当然就是各种外交的努力啦，还有老百姓的道德的谴责都在出现啊。那可是我们坦白讲，就是军事的归军事啊，外交呼吁跟道德谴责也不足以制衡即将发生的战争啊。我认为这场战争啊，大概以色列会踢到铁板，大概是2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这个地道这个复杂到他难以想象啊，因为事实上越战就是这样，越战越共事实上还有那个越南南部的那个民盟啊，他们那个地道总长度是2500公里那美国搞了4年，大概消灭了大概地道里面的4万人，可是总共有8万人，所以美军还是不断的遭到奇袭啊，然后不断的有人在地道周边死亡。就是你要撞墙了，你才知道你要硬搞，你不一定会成功啊。而且以色列的那个打的逻辑是蛮怪的，因为这个地道是从北通到南啊，那哈马斯也可以跑到南部啊，那打到南部你不是打不到了吗？对不对？因为他那个加萨的地道有500公里啊，对，那一定也是错综复杂，因为总长度只有41公里啊，加萨，所以他一定也是绕来绕去啊。所以搞不好哈马斯也是一样啊，他一下就跑到南部去，你就打不到了。然后等你松懈了又钻出来要打你一把，就从南部再钻回。对啊，因为很近啊。事实上真正这样走来走去都不会超过20公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碰到障碍了，因为军事真的只能对军事。可是问题是他为什么设定北部？因为 Gaza City 在这里。所以比较重要的建物都在这里。对。以色列军队显然就是要把建物全部摧毁，因为地道的入口都在建物里面，所以他这个是非常凄惨的啦。因为你去想一想，如果留下来的老人啊、妇女啊、小孩啊，他就住在房子里，他没有地方去啊。所以你如果要炸，夷为平地，这些人一定会死亡啊。所以我是觉得一定是一个很惨的过程。那这个惨就会联动到国际上。我们广义讲的伊斯兰的恐怖主义了，你刚刚看到这个都只是收到威胁啊，到时候就跟你玩真的啦，
你去想一想，那个法国嘛，法国的穆斯林就有840万人，那德国呢，英国呢，还有北欧啊，比利时啊，荷兰啊，我认为到时候一定一大堆事件，搞不好连美国都有，所以使得美国不得不介入，叫以色列要停止啊。我觉得大概只有这2种逻辑啦，不然那些外交啦、道德谴责啦，我认为都没有用。好，来问季老师。据大陆媒体，他们有现地记者去这个就是以色列跟加沙走廊的边界去看啊，他看到除了大量的这个装甲车啊、部队啊，还有很多推土机，大型推土机。那么显然就是要去铲平那块地方。对，他基本上推土机一大堆啊，大型的推土机都已经在边境进去，他就是要怎么样把它铲平。所以他要这个将近有120万人啊。要在24小时里面撤光，然后他们的这个军方还说，我们已经非常慷慨了，给你那么有24小时，这样好了，再给你加1小时，25小时。大概就是到了21世纪哈，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可以叫这个地方的人马上搬走，这还有人权吗？对啊，而且这些人不是军事人员啊，也不是军事设施啊。而且这些人是这些人他是住在他的家里面，这种事情事实上好像在历史上也没有听到多少有这种事情啊，发生在21世纪的这个快30年代了，出现这种事情奇怪，美国还在一直支持下这个命令的国家，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正义公义可言？对，国际法，所以欧盟的这个所谓的国防外交的高级代表已经代表欧盟呼吁了。他说要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国际人道法。那欧洲有2个国家已经公开谴责以色列，一个是挪威，一个就是爱尔兰，公开谴责。我们刚刚看就爱尔兰的这个在他们的国会里面就在公开谴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美国事实上是挡不住，因为我刚刚讲了，内塔尼亚胡是保他自己的总理的职位，拜登何尝不是啊？对，马上要选举啦。民主党60%的竞选经费来自犹太团体的支持，犹太财团的支持。他现在根本就本身他没有任何的选择，就是挺这个以色列挺到底。所以双方哪有管到人权，哪有管到人道，哪有管到什么国际规则？美国不是一直讲的就是说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规则的化的。国际关系，请问这就是美国讲的规则吗？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下令让另外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撤离他的家园，只给人家24小时。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事件里看清楚了像美国这些国家他的这个是作风跟他的嘴脸，跟他嘴巴说的跟他做的我们这次又上了一课。赖老师，哈马斯打的是政治战，那他的战争目标达成了因为他对于以色列跟美国的制式反应掌握得很准。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你的反应被人家掌握得很准，他都可以预测你的下一步跟下一步跟下一步。那所以你每一步都是在他的设计的范围内。我们看到他一定知道这个以色列遭受到这么重大的伤亡，他必定是愤怒，而且必定是加倍的偿还。那一旦加倍的偿还，那就无差别的轰炸，那就会造成大量平民百姓的死亡。巴勒斯坦人民的处境就会被重新再挑起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果然，目前来讲，全世界都已经又回到去关注巴勒斯坦的处境，即使欧美的媒体跟欧美的政客有相当长的时间完全故意的抹视巴勒斯坦人的悲惨的处境，是故意抹视故意抹掉。即使在过去哈马斯零星的炮火攻击都引起不了全世界的关注，因为英美的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媒体几乎不报道，或者是报道很少，或者是偏颇性的报道，就像 BBC 一样，这样的一种偏颇立场的报道，那现在盖不住了。现在整个巴勒斯坦的处境在全世界蔓延开了，全世界都知道了，连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都关注到了。美国的国民是人类间最没有国际观的国民之一，但是他们都开始关注到这个哈马斯的处境。那哈马斯的不公平的待遇被欧美的国家
不公平待遇的处境凸显出来了以后，美国的国际的影响力、欧美的国际影响力衰败了，他越来越被孤立。这一次布林肯又犯了外交上的很大的错误，跑到以色列说我也是犹太人，所以我跟你们感同身受。结果跑到中东国家的时候，那中东国家怎么去理你这个犹太人？所以他到中东国家跟约旦、跟沙地阿拉伯，他们谈不到1个小时，没有人甩他，没有人理他。我们看到他在整个中东没有影响力。这个时候，德国的政治家站出来了。德国的政治家主张中国大陆可以跟美国，或者美国可以跟中国大陆合作。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琪，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赖清德谈到了浅见国造啊，然后他讲说，哎呀，在野党的杯葛哦，险些要泄密啊，而且还说当初啊，如果这个预算没有被挡的话，现在这个8艘潜水艇哦，就会在台湾海峡巡守啊。他说台湾不是更安全吗？那结果预算被挡哦，现在说一些543的理由，台湾是自己的，一定要靠自己团结护国。那我们就去问一下，因为我们想象中哦，就是这个台湾海峡深度也不到200米哦，那其实也不是很适合这个他所谓的巡守哦。那我们还去问了一下军事专家，他说，军事上面没有巡守这个词哦，只有巡弋。所以赖清德也被军事专家纠正哦，说，只有王爷才巡守吧，还是什么？怎么会有巡守这个词呢？那总之啦，就这个实际军事上的层面来说，既没有这个词，然后呢，这个台海的深度也不适合这样子啊，让潜舰做巡守。那潜舰的功用其实是伏击哦，伏击它是指的利用这个潜舰作为攻击的手段，它在深海的海底哦，选择一些比较隐蔽的地区，比方说这个地形哦。起伏的地方，它可以藏匿在其中哦，等待敌人的这个势力过来的时候，再来进行攻击哦。这好像比较是潜舰的作用啊，好像不是绕啊绕的哦，不是在这边游来游去的感觉，所以感觉军事专家也不太认同赖清德这个讲法。那再来，我们有一个消息是林传媒的一个独家哦，他说空军哦，这个水西靶场花了19年才建一栋大楼，就在什么节骨眼？才19年才盖一部哦，而且还有4大疏失，现在被审计部给盯上了。因为解放军对台提升军力的压力之下哦，那国防部不断喊话说，我们国人要相信国军嘛。但是今年4月份才完工验收的这个空军各式战斗机空对地的炸射机这个训练基地水西靶场哦。他今年才完工，我们想说，应该是因应这一波，搞不好是去年裴洛西来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动工，没有，他是2005年的时候就规划，怎么那么久？然后新建到今年的4月才完成，整整耗时了19年，所以很多空军飞行员就感叹哦，阿莹就是那个我们台湾播非常久的那个广告，骂哇阿莹，然后大家就笑说这个阿莹怎么当那么久的兵哦，所以他就用这个来讲说，阿莹搞不好都退伍生小孩，小孩也去当兵了，竟然靶场都还没有盖好。那再来，中国大陆有一个最新的武器，深海武器的实测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哦。就是说可以提升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还能够立足美军驰援台海哦。这是南华早报提到，他说截至到去年12月为止哦，这一款名为深渊的这个深海武器系统呢，它的早期原型在未公开的地点通过了多轮的海试。那这款深海武器哦，能够深达11000公尺的水下来运作哦。报道称，Abyss 这个深海武器系统哦，它的水下预制武器呢，在未来的海战当中会发生关键的作用。它可以搭载这个自主水下载具，这个 AUV。然后他们这个像是飞弹啊、鱼雷啊，还有其他的作业装置都可以预先部署在海底，而且长期在水下潜伏哦。那它具有一定程度的机动性跟高度的自主能力，包含可以执行侦查或是监视，然后探测、通讯、指挥，然后攻防这些相关打击的任务哦。那它还设有一个汽车大小的自主水下载具哦。它的设计呢，就在于可以安静的部署在深海，
安静的在海底运作，让对手都没有办法发现它的存在哦。而且呢，当敌方进入到射程范围之内的时候呢，它就可以透过远端的讯号，去部署，然后启动攻击，然后再回到原本的地点去充电哦。所以人家讲说，哇，这个非常先进的这个深海武器哦，可以潜伏在海里面。然后时刻看到危机的时候就可以发动。那我们看看2021年的时候，美国海军海狼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舰康乃狄克号在南海下潜，那它执行任务的时候就撞上了海山，导致呢它的这个舰首以及下方的方向舵都受到了重创。虽然这一起事件后来被归咎于说是撞上了海山，但是现在有人就质疑说会不会撞上的不是海山啊，会不会撞上的是这一个深海武器深渊哦？所以现在美国的潜舰侦察的航线上面就是让人家质疑说是不是对于这种无声人造物的侦察能力是有待加强的。那另外我们看看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现在中国大陆新一代的096型战略核潜舰的威胁，美国的海军战略学院报告指出这样子的一个核弹道，这个核潜舰在降噪、隐身还有推进武器方面都有突破哦。分析人士讲说，这样子代表中国大陆的核力量已经逐步迈向跟美国平衡哦，所以它具有第2级核反击的能力，也意味着呢，这个中美的战场搞不好不止在西太平洋，美国的本土都有可能会成为战场。那你看，现在美国还是不断在加重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晶片限制哦。据传，现在连辉达就是 H800这一款专门为中国大陆打造的晶片呢，现在是不是都要列入到限制了？因为原本它是特别为中国打造，可以绕过美国的限制的。现在路透社独家报道就说，下一步美国可能就要针对这种你要特别绕过限制的产品，我就要针对你这种来做新一波的限制了。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赖清德要讲这个话那请他去查一下当年的资料请问当年8艘潜舰一艘是卖多少钱？因为这个已经有人都已经翻开资料，林玉芳他就在电视上公开讲，说那个时候美方狮子大开口，一艘潜舰要价超过11亿美元。对。那如果加上一些有的没的，大概就是12亿一艘比当时市场行情是贵将近3倍你台湾就要当那个冤大头吗？你在立法院这样凶有什么用？你要把台湾当作钱坑是不是？我们现在潜舰一艘16.5亿左右嘛，一艘大概是500亿台币那个是2001年22年前。美国开价将近12亿美元，然后你就想吞想买那个时候美国开的军购单，我跟你讲8艘潜舰，还有4艘记得舰，后来台湾有买记得舰所以并不是都没有买而是因为你潜舰的价格有严重的问题嘛。那个时候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国防预算还不到3000亿。他这个军购案，美国包成一大包，超过6000亿耶！你开什么玩笑6000亿，那一下就要塞给你所以自己去回想一下当年的状况吧。那时候他可能是当党鞭或者是哪一个委员会，可是你就完全都不用思考美国说什么你就全吞，连杀价都不用杀，因为他在立法院。被否决了60几次所以大家印象很深嘛。对，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立委我就记得国民党一致就说这是钱坑法案，就没有人这样卖的所以连你要选总统的人，你都不明就里去查一下当年的军售案的内容你这样凭什么当总统到时候你当总统之后，美国再塞武器进来。价格都是国际的2倍到3倍，你也要吞吗？我们现在已经特别预算加进来，明年的国防预算就超过6000亿了。你要排挤到多少预算社福要不要排挤？经济发展要不要排挤？等等各方面所以我说，选总统的人讲话这样讲真的是很丢脸很丢脸
你说，在野党杯葛差一点就泄密，赶快啊，请黄曙光啊，国安会资委公布资料嘛。泄密，那个我们国防部已经说了是军火商泄密啊，请你公布人家军火商嘛。台湾这辈子再也不跟他往来，好不好？这辈子下辈子都不跟他往来，好不好？那个语气可以写凶一点，好不好？举双手双脚赞成，看是哪一个国家的军火商啊，永不来往，好不好？这样写好不好？自己的国安会不敢公布啊，明明知道有人泄密不敢公布啊，对不对？所以你又在委曲求全了，是不是？赖清德啊，你要不要查一下，这一国你不能得罪，是不是？被人家泄密还不敢公布，委曲求全。不是台独金孙吗？这么没有勇气，对不对？所以我说哦，你如果真的对潜舰国债要做个大反省啊，那就都把资料公开嘛。那看马文君到底有没有帮哪家厂商代理啊？也都公开调查。我完全同意啊。对，因为外国厂商如果按照联合报的说法，有14个国家，那我相信他在立法院一定都有一些力量在帮他关说了。全部公开，全部都抓起来，全部都落选，这样好不好？如果赖清德也说谎，赖清德也落选，这样好不好？好，我们来问季老师。这个前提案泄密现在已经不是很清楚了吗？我不知道民进党还有什么好扯的，一定要打瓦马文君。马文君是人家泄给他，不是他去。最初来传说马文君去看资料。然后动手抄，然后他说这有违保密协定，结果完全不这么一回事啊。那当初谁讲这些话的呢？对啊，后来出来一个这个韩国籍的池顾问，请问池顾问哪里来的？3000份档案是池顾问都弄出来的，对，是谁找他来的？谁要负责啊？对不对？如果马文君的话，他在法律上扮演什么角色？他扮演举发人呢，对不对？他把他传给谁？他传给海军总部，为什么不对呢？对不对？他是在举告人啊。然后这个东西有没有涉密的话，事实上由当事人由当时的这个池他本身已经在泄密了，所以举发是把证据交给别人，这怎么叫泄密呢？真正泄密是那位姓池的，他回到韩国，韩国就把他关起来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去想一想是谁把他找来的？池是谁找来的？找池来的人又是被谁找来的？对不对？对，跟马文君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样子胡扯乱咬，我觉得真的好把台湾的老百姓当傻瓜。对，这个潜艇荒谬的地方，在它下水的时候既不下也没水。对，那你干嘛要下水典礼啊？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交代清楚。里面的话，人家讲的话，你这些东西你壳子封了，你里面东西装了没有？一大堆问题。担心下水时间，那蔡英文已经下台了。他没有，他听说他要赶在他下台之前。赶快照合约，有人可以，外面传法，所以就是怕蔡英文享受不到那个荣耀嘛。对啊，所以国家的重大的军事工程可以这样子干吗？对不对？然后找了一个外国人来参与你这个机密，外国人他就把你的东西全部都掀出来啊，对不对？他还找了很多这些立法委员啊，这个都是当事人自己讲出来，有第一手的证据出来检举的。对，那我不晓得这个民进党还在这边做什么，有人要泄密，泄密的就是从他核心里面泄出来的。对，你找有一位郭顾问，谁找来的？郭他说明了他去找那个池，池不是你们这一系人找来的吗？那这个人泄密的话，谁要负责？对，他把泄密的传给了好多人啊。那今天收到人去检举啊，有什么好泄密的呢？而且他也不知道他给什么，他给调查局是不是？给这个海军总司令部啊，他检举啊，对，那这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觉得为了选举哈，就在那边乱搞啊。而且当时我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潜舰会这么贵，因为美国当时那时候我也在美国，美国当时宣布，小布希宣布，对，最后他们一查说，美国本身没有一条生产柴油潜舰的生产线，已经全关了。全关了，所以这个基本上，要不然就是美国人在中间找第二手来帮你，美国人做什么？做掮客，他找另外一个公司来帮你生产，他在中间赚钱，那又找不到人，那回过头要美国再开一个生产线的话，
那整个生产线，也就是说，你今天要盖房子，我把你去买一个挖土机，买一个起重机，买一个铲子的钱全部都算给你，所以才会这么贵啊。而且它只有一条生产线，你这个你那个柴油潜舰要生产到哪一年啊？对，到今年也没有你赖清德的讲还有8艘，能够交你3、4艘就不错了，而且是天价。我觉得当时立法院做的对啊，对啊，保护人民的这个宝贵的这个纳税人的血汗钱有什么不对呢？对，而且从军事专家角度来讲，他认为8艘潜艇今天台湾就安全了，对不对？你潜艇可以防飞弹吗？潜艇可以防什么？你可以防什么？你可以防人家飞机过来攻击吗？对，完全就是在那边，我觉得就是混淆视听在那边为了这个自己做错的事硬凹，所以这就是民进党风格。那赖清德这个其中最会乱凹就是他。好，来问赖老师。赖清德因为前段时间讲出说，如果阿扁时代就把潜舰造好，那今天就没有潜舰的问题了吧？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那就被打脸了。因为很多军事专家就跳出来说你在胡说八道，很多这个武器的专家也说不对这个当初不是这个样子对，那包括刚刚讲的林玉芳也出来打脸了，说我们有参与这个潜舰的建构案的，我们知道当时不是这样他被打脸了以后呢，他现在又要继续硬凹不下去是怎么样呢？这是他们自己公布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看到国海院，民进党成立的国海院，国海院它完成了整个台湾海峡的测量。那台湾海峡的测量的过程里面，他们画出了一个测量图，就是水深绝大部分的水深60米，60公尺。所以这个就是印证了台湾的海军长期说的，也就是军事专家长期说的，台湾海峡不适合潜舰在这个地方巡航，因为太浅了，所以潜舰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巡航，会被发现，而且呢没有作用，而且很难回转。在这个情形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然后赖清德完全不读书、不认真、不用功，然后要讲话的时候也不去用自己的民进党成立的国海院所公布的资料，说潜舰不能够在台湾海峡巡航、巡弋不能，然后结果要胡说八道，然后要一直圆。那今天第一艘都还没下水，就传出弊案了，而这个弊案的情况是如此的严重，包括泄密案的问题，包括贪渎案的问题。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台湾海军的造舰过去的拉法叶舰的贪渎的弊案如此的重大，以致酿成人命。那现在的情况是这么严重的贪渎弊案，却没有人敢再追查，因为害怕会不会有人命，会不会有命案再发生。而赖清德还要硬凹下去，这个简直是匪夷所思。不懂军事，可是要当3军统帅，然后不懂军事还可以胡说八道，然后自己讲错了以后怎么办？还不断的在凹。我觉得我们如果要选这样的一个总统，要选这样的一个人来担任我们的3军统帅，坦白说，他的情况就会跟蔡英文一样，胡搞一通，把台湾的军队今天搞成这个样子。一个是蔡英文，接着那就是赖清德。我看以后台湾怎么办？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